日本变了。1个多月前，日本迎来史上第1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她上任不到几周，就接连祭出令人跌破眼镜的政策，捍卫台海安全的强硬表态。新3支箭，经济战略，瞄准17种战略产业的大手笔投资计划。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温和务实、经济停滞多年的日本吗？日本人看得大呼过瘾，台湾人偷偷称赞，帮手来了，就连美国也竖起大拇指。然而北京却气得跳脚，扬言日本在玩火。短短1个月，日本内政外交全方位转向强势，仿佛要重拾昔日强大国力。强大日本真的回来了吗？今天就让我们1万字深度解读高市早苗为日本开启的新国运。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随即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一道新风景首位女性首相。她的上台结束了前任岸田文雄平稳温和的执政风格，带来截然不同的强势作风。高市早苗何许人也？现年64岁的她是自民党内著名的保守派，素有女安倍之称。过去她历任总务大臣等职务，和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理念上主张继承安倍路线，包括经济刺激和国防强化。然而她的个性比安倍更刚烈直接，担任阁员时就曾毅然参拜靖国神社，在各种保守议题上立场鲜明。因此一上任，外界就预期这位铁娘子将大刀阔斧推行新政策。只是不少人怀疑日本政坛利益盘根错节，高市真的有本事实现他的抱负吗？出人意料的是，高市内阁几乎没有蜜月期，上台立刻面对内外交困的挑战。在国内，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已久，民众对薪资停滞、物价上涨怨声载道。同时，日本政府债务沉重，财政空间有限，如何振兴经济是燃眉之急。在外交上，东亚局势风高浪急，中国军力咄咄逼人，台海危机阴云密布，北韩飞弹此起彼落，美国则希望日本承担更大安全角色。更不用说，上任后马上就有一连串国际场合，东协峰会、APEC 领袖会议，美国总统川普访日等等。日本新首相根本无暇适应，就要同时处理经济和安全的大摊子。高市早苗在就职记者会上就坦言，政府工作必须经济优先，不先满足选民对民生的期待，其他一切免谈。于是他随即推出一系列超大胆政策组合，一手强势拼经济，一手强硬保安全，可谓双剑齐发。结果如何呢？令人震惊的是，短短几周，他就做出了前任1年都不敢做的改变。先说经济，高市早苗深知日本过去30年的停滞令国力虚弱，如果经济搞不好，再强的国防都是空中楼阁。所以他上台第1件大事就是重塑日本经济战略架构。在10月下旬刚就任时，他立刻宣布解散前首相岸田文雄主导的新资本主义实现会议。那个机构原本以提高工资、分配财富为号召，但在高市看来远远不够有力。取而代之的是他亲自领军的新设日本成长战略本部。这个本部相当于经济政策的司令部，由首相本人担任本部长，各相关阁僚都是成员，直接听命于他。高市在首次会议中斩钉截铁地表示，必须通过大胆的策略性投资，强化日本供给结构，促成强劲经济成长。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走出一条供给面改革、政府带头投资的新路，用政府资源为产业打强心针。这套思路其实很有安倍晋三当年的影子。安倍在2012年推出的3支箭经济学及宽松货币、积极财政、成长战略曾一度让日本走出通缩，股市大涨。然而随着安倍下台和新冠疫情打击，日经济又退回惯性停滞。高市决心重振安倍经济学，但他也明白光学安倍还不够，必须有新招数。于是舆论很快听到一个新名词，早苗经济学，也就是所谓高市新3支箭。高市的新3支箭具体射向哪3个靶心呢？不少经济学者解读，高市延续了安倍当年的3箭框架，但装上了不一样的箭头，更贴合当前日本的处境。第一箭是打造安保产业资本主义，也就是将国家安全相关产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让军工、
航太、资讯安全等领域，带动整体产业升级。第二件是建构数位防卫经济圈，着眼于尖端科技和数位领域的投资，强化像半导体、人工智慧、5G 网络这类科技基础，同时确保这些关键技术不受制于人，形成一个自主又和盟国紧密合作的高科技经济圈。第三件则是推动区域再开发，也就是在国土规划上摆脱一极化，让经济发展从东京圈扩散到地方，包括升格大阪为副首都，将磁浮高铁延伸到大阪、振兴关西和九州等地，并鼓励把日本企业过去投向中国的部分投资拉回国内，在日本各地开花结果。三件概括来看，高市的蓝图其实是在经济和安全之间画上等号，用经济政策服务国家安全，同时以国防需求带动产业创新，还要把经济成果遍洒到地方。在他看来，强大的产业基础既能创造财富，也能撑起国家安全，两者相辅相成。可以说，高市早苗正试图把经济战略和国家战略融为一体，如此雄心勃勃的想法要落地，离不开具体措施。高市上任后雷厉风行，11月4日就在内阁会议上正式成立了日本成长战略本部，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这场会议上，高市一口气点名了17种关键战略产业，宣告政府将重点投入资金和政策资源，扶植这17个领域突破发展。这17种产业清单涵盖当今几乎所有尖端或关键领域，包括人工智慧、半导体、量子科技、航空航太、国防工业、船舶造船、高端机械制造、生物科技、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及蓄电池、先进材料、机器人与自动化、6G 通信研发、核能及核融合技术、医疗制药创新、农业科技以及先进物流供应链等。可以看到，从传统重工业如造船、航空，到数位科技如 AI 晶片，甚至国防武器、生物医药、资源、能源，几乎无所不包。高市的理念很明确，国家要下场当创投家，用公共投资为这些未来产业装上引擎，重振日本这个全球第4大经济体。有人或许要问，日本政府早就财政困窘，哪来钱投资这么多领域？高市当然没有天真到乱撒币，他的策略是在严守财政纪律的同时进行精准投资。他强调所谓负责任且积极的财政，主张通过经济成长来增加税收，而非提高税率。在首次战略本部会议上，他要求各相关大臣在所辖领域制定详细的官民投资路线图，明确每个领域未来投资的内容、时程和目标金额，由政府出资带动民间资金跟进。他定下死线，明年夏天之前，各领域的投资计划要出炉，汇总成新版经济成长战略。换句话说，他愿意举债投入，但是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以求带来产业收益和税收回报，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这种思路和以往日本政府滥撒补贴，到头只是堆积债务的做法区别明显。高市的17个产业清单本身也是精挑细选，例如特地将造船业纳入重点，因为造船是国家战略产业，既能提供就业、技术外溢，战时更关乎海上补给与防卫。近年来，日本造船业受韩国、中国夹击，市场份额大跌。高市认为，国安和经济双重理由都要求挽救造船雄风。值得一提的是，在推进本国产业之外，高市也不忘结合对美经贸合作来助攻经济。就在他上任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于11月上旬造访东京，双方达成多项协议。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日本承诺未来数年将对美国的关键产业，包括造船等，进行巨额投资，以换取美方降低川普政府时期对日加征的高额关税。这被视为高市延续前首相石破茂今年7月与美方谈判的成果，以投资换取贸易优惠，避免美日贸易摩擦升温。虽然日本自己荷包不宽裕，但高市精明地以投资美国产业来巩固同盟，同时减轻日本企业在美市场的负担，可谓一石二鸟。更何况，投资美国先进产业也能分享技术合作机会，对日本自己的产业升级有利。这展现出他灵活务实的一面，只要有利于日本经济和国家利益，
传统财政保守主义也可以暂且放一边。正如高适所言，必要时政府会负起责任，进行战略性财政支出。简单说，就是该花的钱一分不行。高适经济政策的大箭已经在空中飞行，但能否射中目标，日本工商界目前看来反应热烈。他上任后，日本股市显著走强，多家产业龙头老板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期待政府投资带动新一波成长。甚至有专家乐观预言，如果高适新政顺利推展，日本可能开启新一轮经济黄金10年，一雪失落30年的前耻。不过也有冷静的声音提醒挑战。首先，日本财政压力极大，拿出庞大公共资金投资，恐怕很快碰上债务天花板，而寄望经济成长自动带来裁员，毕竟是未来才能验证的事。其次，安保产业资本主义的美梦不一定好做。日本虽然技术先进，但长期自我限制武器出口，军工产业规模有限，想靠卖武器拉动经济，现实上阻力重重。迄今日本真正外销成功的武器装备，只有对菲律宾出口防空雷达，对澳洲合作建造1级神盾舰2项，其他如潜舰、新干线、海外拓销等，不是败给他国就是卡在法规。高适若要大力发展军工，还得扫除法规和国际政治的层层限制。另外，提高军费开支对日本经济也是把双刃剑。高适曾暗示将加速把日本防卫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 甚至更高。以日本庞大经济体量来算，哪怕 2%， 每年军费也将突破10兆日元，约合1000亿美元。若妄图达到北约国家 3% 的标准，那是天文数字，更不知钱要花在哪里。拼经济和拼军备如何平衡，考验着高适的执政智慧。但无论如何，高适早苗已经用行动证明，他不会因为顾忌财政压力就当小富即安。得守成首相，他要赌一把大的，赌日本经济的绝地反击。说完经济，再看安全与外交。如果说在经济上高适的新政是加码安倍，那在对外安全上，他简直是在实现安倍未竟的梦想，甚至更进一步踩到了北京的红线。最瞩目的就是他对台海安全前所未有的强硬表态，以及一连串推动日本军事正常化的举措。短短几周内，日本内阁动作频频，外界惊呼高适内阁3箭齐发，从口头声明到政策研议，每一箭都直指中国最敏感的神经。这3支箭分别是什么呢？第一箭，震撼东亚的台湾有事论。就在高适上任没多久的11月初，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预算委员会，高适亲自出席答询。11月7日，在野党议员问及台海若爆发冲突，日本将如何应对，高适早苗明确答复，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例如武力攻击台湾或进行海上封锁，甚至攻击美军支援台湾的舰艇，这种情况极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一旦被政府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就可以依照安保相关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防卫。简单说，高适公开宣示了日本将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他并进一步解释，这种表态是基于最坏情境假设，目的在强化美日同盟的下阻力。换句话说，高适的信号很清楚，如果北京胆敢动武犯台，东京不会袖手旁观，日本甚至可能和美国并肩作战。这番话一出，举世哗然。要知道，过去日本政府对于台湾有事的问题一直非常谨慎，多采取模糊战略。2021年，安倍晋三卸任首相后，曾以私人身份高调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这句名言。但当时只是前首相的意见，不管是菅义伟、岸田文雄等历任首相，在任内都没把话说得如此直白。高适早苗成为第一位在任首相宣示这种立场的人。日本对台海的战略模糊正急速转为战略清晰。高适的表态其实也做了一个巧妙的限定，他特别提到，除了认知作战之外，若中国对台动用武力，才构成存立危机事态。这句话透露什么？暗示如果只是资讯战、舆论战这种灰色地带冲突，日本不会立刻视同本国安危受威胁而动武。但只要解放军一发生实质的封锁或攻击行为，就是撕破脸，
日本将依法律认定受威胁，可以开战还击，这等于划了一道红线给北京，也向国内解释日本不是径自改变和平宪法定位，而是依法行事。可想而知，北京方面对此仍无法接受，中国官方立刻跳脚痛批高适罔顾国际法理，公然为台独势力撑腰，称这番话极其错误、极其危险、极具挑衅性。北京除了在外交场合强烈抗议，还使出了一套熟悉剧本，警告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日本旅游，以观光禁令来报复日本的挑衅。中国官媒甚至出言辱骂高市早苗是独苗，扬言要对日本进行反制。中日关系一下急转直下，双方外交官隔空交锋，火药味十足。北京方面还可能祭出经济手段，例如进一步限制日本产品进口等，作为对高市政府的打压。就在高市发言后不久，中国海警船也加频进入钓鱼台。日本称间隔诸岛附近海域示威，攻击扰台和绕日飞行活动也没有消停迹象。一时间，东亚局势显得相当紧张。面对中国方面的威吓，高市和日本政府立场没有后退，他们重申日本的一贯政策没有改变，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只是现在，日本不再只是口头喊话，而开始用准备动手的态度来表明决心，这对北京无疑形成更强硬的下阻。日本不再是过去那个自我设限的和平宪法囚徒，如果中国胆敢对台动武，可能面临的不仅是台湾自己的抵抗和美军，更有实力不俗的日本自卫队加入战局。令人好奇的是，日本国内对高市这番台海强硬论态度如何？会不会担心被卷入战争？结果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尽管中国大肆渲染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甚至有亲中人士在网络批评高市疯了，要求他收回发言，但日本主流民意似乎并不买账。就在11月中旬，朝日新闻进行全国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高达 69%， 不仅没有像一般新内阁那样蜜月期后下滑，反而比刚上任时更高。其中，高市本人对台海议题的强硬应对并未引起民意反感，反而让部分国人觉得有安全感。另一份共同社的调查也发现，对于日本在台湾有事时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主张赞成或倾向赞成的日本民众有 48.8%， 明显多于反对的 44.2%， 接近半数日本人支持这种强硬立场，反对者也不到过半。可见日本社会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认知正逐渐形成共识。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日本周边频频军演威吓，北韩飞弹时常飞越日本上空，已经大大改变了日本国民的安全观。许多人认识到，如果台湾海峡失守，日本自身海上交通线就完了，石油和货物将被中国卡脖子，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及早做好防卫准备。因此高市早苗虽然冒着中方压力挑明立场，但国内舆论基本站在他这边。他强调，日本此举也是为了避免战争，透过明确的态度来下阻战争。简单说，就是亮剑才能避战。在台湾方面，政府对日本表达欢迎之意，民间更是多数拍手称快。想象一下，台海一旦有危机，日本自卫队可能协助美军提供后勤，甚至在第一岛链共同驰援，台湾人怎能不觉得安心些呢？过去台湾处境孤立，如今美日同盟明确把台湾纳入战略范围，这种国际现实的巨变在20年前几乎难以想象。当然，台湾民众中也有担忧者，怕日本卷入冲突反而使局势升温。但大体而言，高市的强硬挺台让台湾主流舆论相当肯定，直呼这是台日关系新的里程碑。接下来看高市内阁对付北京的第二件，复兴军事象征，摆脱战后枷锁。在祭出台湾有事论之后不久，高市政府乘胜追击，开始动手调整日本自卫队长久以来的限制与禁忌。11月12日，日本防卫省内部传出一项消息，高市首相只是检讨修改自卫队的阶级称谓和制服样式。乍听之下，改个称谓，换套制服好像不痛不痒，但其中寓意可大了。原来，目前日本自卫队的军阶名称都是战后刻意与传统军队区隔开的称呼。例如，陆上自卫队的一等陆佐被称为一佐，而不是沿用旧日本陆军的大佐称号，相当于上校。
这样的回避其实是战后和平主义的产物。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余悸犹存，连军队术语都避免沿用旧称，生怕刺激国内外敏感神经。制服也是如此，现行自卫队制服走的是朴素路线，尽量降低存在感。高适却认为是时候改一改了，他打算把一佐恢复称大佐、江补改回少将等等，让自卫队官兵名正言顺地使用与美军等各国对应的标准军阶称呼，同时优化制服设计，使其更威严、更具象征意义，以提升官兵士气和荣誉感。这项看似细节的提案，实际上是让日本一步步挣脱战后套在身上的心理锁链。事实上，高适本人就以作风强悍著称。有人注意到他最近检阅海上自卫队直升机航母时，特意穿了一身深色的机能性裤装，不是以往女性政治家爱穿的套装裙，而更接近军装的利落打扮。支持者称赞他英姿飒爽，象征日本女性领袖的新形象。但中国一些网络评论者却大惊小怪，说他此举是在召唤皇军亡灵，图谋复活军国主义。其实多数日本国内舆论并不认同这种戏码，他们反而觉得高适的举措是为了现代化日本防务体系，让自卫队拥有正常国家的军事称谓和荣誉。在专家看来，这种改变将有助于振奋军心，特别是随着日本未来几年防卫预算翻倍，自卫队扩充5倍，人员增加，更需要建立自信和使命感。如果军人都被当成特别公务员看待，上战场怎能卖命？高适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本质，解除心理禁忌，才能解除行动禁忌。正如有军事学者指出的，日本长久以来把自卫队刻意低调化，但这其实是一种虚伪的和平主义。和平宪法第9条确实限制对外交战权，但日本也早已建立了真正的军事力量，自卫队只是被各种法律细节绑住手脚。如今安全环境恶化，日本别无选择，必须成为正常化国家，而高适正在一步步解开绳索。除了阶级制服，高适政府接下来还准备射出更具爆炸性的第3箭。11月14日，日本媒体披露一项惊人讯息，高适内阁着手研议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考虑松绑无核3原则。什么是无核3原则？简单说，就是日本在战后奉行的政策，不拥有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允许携带核武器的船舰或飞机进入日本国境。这是日本作为广岛长期受害国，在国际上树立的和平形象支柱之一。然而，随着中朝核武威胁提升，近年日本保守派开始讨论核威慑的现实问题。高适考虑的松绑方案，不是说日本自己要拥核，而是探讨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的军舰或潜艇驻泊日本港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本将更加积极参与美国的核延伸威慑，让美军核武力量更灵活地在日本进出，以增强对中国的威慑力。高适在国会也被问到此事，他坦诚计划在2026年推动相关修法，毕竟要改变常年政策，需要充分说明和国会讨论。虽然这项提议还在研议阶段，但消息一出就像丢下一枚震撼弹，国际舆论惊呼，日本难道要改变非核神圣信条了吗？北京更是第一时间跳脚抗议，声称日本此举是在为拥核开路，是将引发区域军备竞赛。韩国方面也相当关注，毕竟朝鲜半岛局势复杂，韩国既希望日本在对北威慑上出力，又担心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甚至日本国内一些传统媒体和在野党也表达疑虑，警告破坏无核3原则可能激怒邻国，带来不可预测后果。支持高适的人则认为这是务实之举，因为如果美军舰艇不能载核进入日本，一旦台海或东海有事，美军的核威慑就必须远距离操作，效果打折。若能大方驻波，反而有下阻战争的积极作用。而且美军是否携核弹进入，日本过去其实也未必查得严格，被动默许早就存在。高适不过是要把阴影下的现实拿到台面上谈，制定明确规范。无论如何，这一箭的象征意义极大，它代表日本在自我设下的和平枷锁上再划开一道口子。虽然高适政府不至于封到自己发展核武，但至少核武的禁忌正在被打破。想想看，连核武话题都端上台面了，还有什么是这届日本政府不敢碰的？纵观这3箭齐发，
台湾有事论，军制象征改革，无何政策松动，每一项拎出来都足以成为新闻头条，合在一起更显示日本正大踏步迈向正常国家。所谓正常国家，意思是摆脱过去那种经济巨人、军事侏儒的异常状态，成为一个能自主使用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和盟友安全的国家。其实这条路安倍晋三就开始铺垫，安倍任内通过新安保法案，让日本解禁了部分集体自卫权，但受限于宪法，很多关键问题他没法完成，例如修宪本身就因政局而搁置。如今高市接棒，看来准备走得更远。他上任第一次施政方针演说就强调，要在任内提前把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2%， 比原计划更快达标。高市内阁也积极响应美国倡议，打算加入澳英美安全伙伴 AUKUS 的部分合作，在高科技武器和军事工业上与盟友深度融合。同时，日本也一改过去对外军援的低调，开始研议向有需要的友好国家提供防卫装备和训练，例如帮助东南亚国协国家提升海巡力量等等，对抗中国在周边的扩张。这些举措都在告诉世界，日本回来了，而且是带着军刀和钞票一起回来了。高市早苗上台至今只是短短1个多月，却已经让日本焕然一新般站上国际聚光灯。有人说，他为日本开启了新国运，国家的命运转折点，好比明治维新或战后重建那样的重大转向。的确，经历平成与令和初期的长期低迷后，日本再次展现出向上突破的勃勃雄心。强大日本回来了，这句话仿佛不再只是怀旧，而是眼前正在发生的现实。日本人为之兴奋，因为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重新变强大，有尊严。台湾人对此欢迎，因为一个更强大的日本意味着台海多一道可靠屏障。就连美国和其他民主盟友也暗自庆幸，日本终于扛起更大责任来共同对抗威权挑战。世界局势正因日本的改变而出现新的平衡契机。高市早苗本人也因此一时声望如日中天。根据最新民调，他的支持率甚至创下过去10多年日本首相少见的高点。一位女强人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征服了挑剔的日本民意，很多评论把她比作英国的柴契尔夫人，认为她将成为改变日本方向的铁娘子。然而，新国运的道路绝非平坦，高市和日本也面临诸多内外挑战。对内而言，日本经济的结构问题并非朝夕能解，高龄少子化、劳动力不足、地方人口流失等老问题依然存在。高市虽然提出区域再开发，但要让地方经济真正活络，需要克服资源过度集中东京的顽疾。此外，政府巨额投资计划势必要举债，高市能否说服财务省和国会配合，确保资金来源，是一场硬仗。他幸运的是，接下来2年日本没有大型选举，可以暂时抛开政治掣肘推行政策，但这也意味着2年后选民会检验成果，如果经济没有起色，执政党仍可能在选票上付出代价。政治上，自民党内部各派系势力也在观望，一些元老对高市如此硬碰硬的对中路线并非全无疑虑。万一未来情势不如预期，党内杂音可能浮现，对外挑战更是明显。除了旅游经济制裁外，还可能在东海、台海进行更具威胁的军事动作来警告日本，例如增加钓鱼台周边骚扰，或者在日本靠近台湾的离岛附近展示军力，测试日本的反应底线。这些都可能让东亚局势进一步紧张，而日本一旦强硬回应，又可能引发中日外交战升温的恶性循环。在韩国方面，尹锡悦政府目前与日本关系修好不少，但韩国民间对日本军事扩张始终敏感，万一日本有任何风吹草动碰触历史伤痕，例如高市若去参拜靖国神社或发言美化战史，韩日关系又会出现波折。高市自称在历史认识上不会让步，这点需要谨慎拿捏，否则同时开罪中韩，会让日本外交压力倍增。还有，美国虽支持日本担起更大安全责任，但美日之间也要随时协调步调。川普总统此次访日对高市颇为赞赏，双方强调美日同盟前所未有坚若磐石。然而川普素来喜怒无常，也曾对盟友索取保护费。高市如何处理与这位个性难测的白宫主人的关系，
确保日本利益也是一门学问。再加上明年美国将有大选变数，地缘政治风云莫测，日本的新国运之路注定充满未知挑战。总而言之，高市早苗以破竹之势让日本踏出历史性的一步，一手抓经济，一手握国防，把日本带上了与以往不一样的道路。这条路上既有鲜花掌声，也有荆棘风险。强大日本真的回来了吗？或许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但至少日本已不再是那个畏首畏尾的沉睡巨人。在经济上，他重拾进取之心，下注未来产业，试图摆脱停滞宿命。在安全上，他挺直腰杆，直面威胁，勇于承担区域稳定的重任。这样的日本让很多亚洲邻国重新审视，对友好国家而言，这是一支稳定和平的新力量。对企图扩张的强权而言，这又将是个难缠对手。新国运已起，未来日本能否成功振兴，关乎东亚整体格局。我们将持续见证高市早苗和日本人民如何书写这段新的历史。或许若干年后回望今日，我们会发现，日本在2025年这个冬天迎来的转变，正是东亚力量天平重新校准的关键时刻。强大日本是否真的归来？答案正在路上，但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胸怀壮志、勇往直前的日本，正在昂首阔步走出阴霾。历经沉寂，东方的旭日正再次冉冉升起。